2022年5月7号晚上11点23分，是隔壁情侣今年第7次吵架的时间。那时候我刚准备放下手机睡觉，隔着一扇门，我依旧能清晰地听到那个女孩愤怒地吼着：“有本事你就别再回来。”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咣的一声巨响，男生摔门而出，感觉整栋楼都快要被震塌了。随之而来的是针落地都能听到的寂静。再接着，我听到了女孩隐约的啜泣声。我之所以对他们吵架的次数如此清楚，是因为每次他们闹的动静都特别大，有时候会咣咣的踢门，有时候会连续不断的摔东西，有时候甚至互相对骂互殴。在这里住了半年之后，我对这样的场景见怪不怪。只是我没想到那次大吵之后，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昨天出门倒垃圾的时候，我刚好遇到了女生出来拿外卖。她耷拉着油腻的头发，穿着已经泛黄起球的白色睡衣，接过外卖之后慢吞吞地关上门，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。我不知道这几天她是怎么过的，但我知道那段感情对她来说是折磨，但分开也并不快乐，于是只能顺其自然地接受，再重新开始。其实我爸妈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吵架，因为我爸买了某样东西不对，因为我妈跟奶奶的固有矛盾，因为走亲戚要送礼。总之吵架的原因有很多。印象中他们吵得最凶的一次是我爸要去一个朋友的酒局，我妈不同意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医生跟他说不能多喝酒。我妈担心他一见朋友就忍不住，而我爸就觉得跟老朋友叙旧嘛，少喝一点没啥事儿，坚持要去。两个人为此吵了半个多小时没达成一致，最后我妈撂了一句经典的狠话：“你要是去了，今晚就别回来。”生气之下，我爸竟然真的就出去了，只是出门的时候他格外小心翼翼。关门的声音小到如果没有锁芯碰撞的声音，真的听不到。那一瞬间，我终于明白了我爸对我妈的感情有多深。不管他们之前吵得有多不愉快，但在出门的那一刻，他心里想的还是压制自己的怒气，而不是释放它。仅凭这一点，我想已经胜过很多人。那天晚上，我爸还是去见了朋友，只是聊了不到1个小时就回来了，一滴酒都没喝，而且还带了2串腊肠回来，说是朋友送的。其实一看就知道，那是街边那家凉菜店里卖的。他们家的腊肠颜色格外深，瘦肉也格外多，我妈特别喜欢吃，只是觉得贵，所以每次只买1根。她一边吐槽我爸浪费钱，一边开心地把腊肠放进冰箱里。我知道他们已经和好了。吵架都带着温度的人，一定很爱对方吧。有的情侣吵架会忍不住恶语相向，指出对方的软肋，因为他知道那是对方的弱点所在，攻击起来十分有效。而有的情侣吵架，即便再生气，也会克制自己的愤怒，绝不会说任何一句伤害对方的话，因为他知道软肋是用来保护的，不是拿来利用的。虽然我很生气，但我更爱你。如果说宣泄愤怒是吵架之后的自然生理反应，那收敛怒气就是我与生理反应抗衡之后温柔的选择。连吵架都会悄悄合上门走的人，一定不会伤害你。